所以我非常希望姐妹们不要轻易自我否定，要坚持讲你自己很想表达的东西，相信自己非常厉害。让我们掌声有请小鹿。谢谢，哎，好像刚才没有见到我一样。哎，很开心啊，今年不用比赛当老友了，做脱口秀真好哈，年纪轻轻就可以倚老卖老啊。我和付航今年迭代了去年的老友啊，去年的老友庞博横向调动为主持，去年的主持喜提毕业啊，脱口秀也搞降本增效了啊。老友的作用呢，其实就是稳住老观众，衬托新演员，托举他人，献祭自己，老友记嘛。所以大家能听得出来啊，现在的出梗已经有一些调皮了啊，这就是我今年的喜剧风格啊，笑不死风啊，我就会讲那种观众会笑，但又不至于威胁你们生命安全的笑点。你们听完之后，统一的反应都是哈哈，笑不死。当然，如果我这么控制还是太好笑的话，那就说明姜还是老的辣。要是真不好笑的话，那就说明姜乃是你们的辣。脱口秀比赛好啊！我们每年来这里，带着自己最好的段子啊，最大的野心和最严重的心理问题，一顿厮杀，最后只有一个人会含笑上岸，而其他所有人都将大获失败，或者小获一些不为人知的失败，就是那种啊，你还上过节目啊的失败。哎，太残酷了啊！残酷的就像这个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行业一样啊。但人呢，又没办法不比，就连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瞎比比。那都源自于当年我们在爸妈的身体里拿了那次游泳比赛的冠军，那是我们第一次拼命。你当时游完了，上岸了，以为完事儿了，一抬头发现，哎，人生是铁人3万项，在羊水里的日子都是海选，一出生，恭喜你获得了参赛资格啊！我第一次接触到"看看别人家孩子"这句话，当时我只有1秒大。我出生的体重5斤2两，隔壁床的孩子8斤4两。我妈当时看着我说："咦，这孩子怎么缺斤少两的？"我爸说："哎呦，是不是没生完？"除了跟别人家的孩子比哈，我是家里的2胎，从小我还得跟我哥哥比啊。小时候我家里所有人都会夸我哥，说这孩子聪明，就是调皮，夸我都是这孩子踏实，就是踏实。踏实这个词一听就脑子不太好使，并且小腿很粗的样子。确实是这样。踏实这个词啊，从不单独出现啊。从小我就知道，踏实肯干懂事是我的核心竞争力。小时候上山砍柴，我哥非要不走路，他非要我奶奶背。我奶奶看着我，我说我不用背。我奶奶说小鹿真乖，比你哥懂事。于是我奶奶背着我哥，我背着柴。我好开心啊！我赢了啊！我既懂事又有柴。哎，我奶背人，我背柴，我哥好惨，人财两空，笑不死。作为一个踏实孩子，我确实很肯干。但我今年在干完60场专场之后，我的嗓子失声了啊，说不出话了，跟今天的付航一样，被命运扼住了喉咙。我当然也没有这个备用的嗓子嘛，所以我只能取消了演出，在家闭麦了10天。那个感觉怎么说呢？无语了，大无语事件。
我无语之后呢，我妈这辈子第一次对我进行了正面管教，她跟我说：“你不要再拼了，你已经很棒了。”哟，天哪！突然听到这句话，东亚小孩，我的天都塌了。哎，你已经很棒了，在我听来就是，虽然你没有获得更大的成就，但你这辈子就这样了。这是人说人的话吗？这不是我说我家狗的吗？啊，没有在沙发上尿尿，你已经很棒了。你才已经很棒了，你们全家都已经很棒了。我这才哪到哪儿啊？哎，我妈吓得我都开始反省了。我想呀，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我的父母突然放弃了我？是我哥突然出息了吗？也没有啊。我赶紧回复我妈，我说妈，我还可以更好的。我妈秒回我说也是。啊，你现在生个孩子比啥都好啊！你看你哥啊，书读的不多，但现在2个孩子都这么大了。我说我看我哥啥，2个孩子都是我嫂子生的，你带的，我看我哥过得有多爽。我妈说：“呀，这你跟你哥比啥？”哎，又不让比了。你发现啊，父母这个评判标准真的是说变就变。小时候跟你说好好读书比啥都强，现在跟你说生个孩子比啥都强。以前跟你说人这辈子得做点事儿出来，现在跟你说人这辈子得做个人出来。2个更好啊，3个最佳。我不是不想做人，我只是不喜欢别人教我做人啊。我现在确实也想生小孩了啊，但我想生小孩不是因为我觉得生个孩子比啥都好，而是我觉得生个孩子怀着孕来比段子，比啥都好。哎，你想一下，如果我能怀着孕来比赛，那简直是喜剧之王炸，对吧？比好了是带球过人，没比好那是其他演员没有素质。不给老弱病残孕让位啊！但是啊，我一直都没有怀孕啊，看来我的孩子不想为喜剧而生。我办的游泳比赛没有人下水啊！我现在突然意识到哈，怀孕本质上就是一场服从性测试，只有那种在娘胎里就想比的人才会出生，一出生就被比，所以叫 baby。现在知道我优化掉哪位老友了吧？王建国的大业后继有人了。其实我今天想说的就是，生而为人，就说明你天生爱比啊，爱比不是病，想赢不丢人。你不是好胜心重了，你就是 DNA 动了啊！咱们爱比就多比啊，都别装不比哈，最烦装不比的人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小鹿。喜欢小鹿表演的朋友们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3、2、1，请锁票。缺啥补啥是吧？掌声再给小鹿。谢谢。今天这个建国若隐若现的这篇稿子，不好意思，朋友们 ，I'm back。是你自己要这么写，还是国仔在里边有所注意啊？有了一些这个 KPI 吧什么的，很开心，因为我觉得，我一直很喜欢建国去年说的，他觉得人应该调皮一点，但是在正常的世界里好像不能被容忍。然后我喜欢在这个舞台上尽量多的去展现这些东西，而且我有时候感觉大家对于谐音梗有点歧视了。但其实巧妙的谐音梗真的很好玩，但是现在大家有点被驯化了，就是一听到谐音梗扣钱，我感觉这样有点其实是多少有点这个歧视我们谐音梗。已经是你们谐音梗。他这篇稿子其实讲的东西还挺认真，但是用了很多这种七里歪斜的这种小包袱，就显得他这个稿子又认真的在说东西，然后又让大家的气氛非常的
轻松的讲了一个沉重的事儿，是吧？是，就是我觉得写这个关于笔的这个话题，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云淡风轻的人，喜欢特别松弛不争不抢的人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被培养的方向就不是那样的人。就像我从小被鼓励的方向是踏实肯干懂事，这样的人你怎么可能突然长大就松弛了呢？对吧？这样的人你往往长大之后就是一个别扭、焦虑、不酷的大人。所以我觉得，可能当我们意识到，可能我更想成为的是什么，而我又不是那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先接纳这个阶段的我就是这个样子，我就是如此的焦虑，如此的拧巴，如此的想要，那我去接受这个东西，直到我不想要的那天，让它自然发生。我也觉得人在表达的时候，始终在寻求一个能让自己相信的一个方式。就是您想的这一套，不是说只有您信了才能说，其实您想出来跟大家说的时候，在不断的一次又一次加深大家的印象的时候，同时也在给自己鼓劲儿，也在自己觉得对我是有这个想法，然后我越说我越能坚定，越说越能坚信。对，所以说特别好，就是这个一个很沉重的话题，用这么俏皮的方式，一遍又一遍的鼓着自己往下走，特别好，特别厉害。谢谢。天真姐也是去年一路看好小鹿，支持小鹿。对，我觉得小鹿去当了魔王呢，既高兴，就是你可以不要那么大压力了，我又觉得遗憾，因为我还是很想看你比赛的。等等啊，这个人生还长。对，就我去年看了你线下的那个中女时代的专场嘛，然后今天讲的整个稿子其实又是全新的东西，又是一个全新的视角，所以我觉得你的创作能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强，这个再次感叹一下。我觉得这个舞台上就是能够像一个照妖镜，不对，就是像一个镜子一样，能够照出每个人的，就照出每个人的自己。他是小腿粗壮的你，今年确实跟去年活儿不一样了，今天开始有舞蹈了，开始进行一些舞美。其实你在这个舞台上，从去年包括更早的时候参加的一些比赛，其实都看见了你一路的成长，你的自己的那一切已经在这里蓬勃的发生了，能感受到你更多的成熟跟能量。然后我就是很希望你可以一直在。会的。一直都在，老演员一直都在，新演员不停的来。我感觉整个场子是属于你的，这里是你的家。我跟你一样，成长的环境过程当中，极少的被肯定和鼓励，说的最多的也是踏实。那我听了你的这个段子，我感觉疗愈了我一点，就是最起码我当过一次赢家。哈哈。哎呀，笑不死。我也就当过那一次冠军，游泳比赛的那一次。我觉得你有这种魔力，就是你可以掌握笑，还有笑不死、大笑，你可以掌握大家的情绪，只是你选择怎么做而已。这个舞台就是你的，厉害。哎，谢谢你。而且小鹿为什么跟建国这么熟？因为小鹿今年除了是魔王老友之外，也在跟国仔还有很多其他编剧朋友一起，都在帮助我们这些演员，一直在改稿。这个在座的应该很多朋友也都受到了小鹿，包括大家的帮助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很开心。了不起。但是谐音梗这个手艺就别往下再传了啊！太多咱也受不了。确实，我们这个环节依然是魔王挑战环节，分数最高的那个人就拿到复活金牌，他可以为他们组再多赢得一个晋级名额。那么会有哪些人选择挑战魔王小鹿呢？请起立。宋万博、徐指导、江宇。这是咱们去年西单的10强唯一幸存的选手。我相信强的在新的一年，第一轮继续打魔王，也能跟去年一样，继续获得1块金牌吧。魔王挑战赛，我觉得首先陆姐魔王就很难打了，然后最后于翔宇起来的话，可能会把这个气氛带掀到第2个小高潮上。我是非常相信徐指导的水平的，我觉得徐指导去挑战小鹿，我非常 OK， 我觉得会非常好看。这个激烈程度，咱们就是说不言而喻吧。掌声有请宋万博。大家好，我是宋万博啊，我从事单口喜剧有10年了。波波老师是毋庸置疑的前辈，
现在很多人老提石墨入教，其实当年是石墨入教博。我跟伯伯，我们15年开始就一起演出了。伯伯是15年跟我一起走上单口喜剧舞台的。15年吧，15年就开始在一些小剧场，在一些酒吧、咖啡店演开放麦、演专场、演拼盘这样一步一步。宋万博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专场的脱口秀启蒙。他专场我都是坐火车去，然后连夜坐火车回沈阳。17年的元旦，他的专场，那个时候还是在北京单立人四合院里边摆个40-50张椅子，我坐底下。下面这个演员呢，他的这个段子特别有态度，被我们大家认为是硬核喜剧的代表，让我们掌声欢迎伯伯。宋万博有4个专场，然后之前一直在演线下。他是一个很自洽的人，他没有为红不红这件事情感到焦虑过。我觉得，尤其是跟他同辈的演员，大部分人都已经被很多的观众朋友们看见了，然后他一点都不着急。我觉得这个定性真的是很强啊。宋万博是个小老头，青春洋溢的小老头。几个了这是？伯伯特别像老年人用电子产品。就是你从业10年了吧，你总觉得这个10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，这试一试呢，对吧？而且小鹿，我觉得我们上回同台是2年前了，然后上次一块参加比赛应该也是17年了，我觉得可以再找回一下我们一起同台竞技、一起同台演出的那个感觉吧。加油，伯伯！大家好，我是宋万博。今年我的人生取得了重大突破，我找到了女朋友。我是在交友软件上找到的。说实话，一开始有点犹豫，因为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不要用那玩意儿，上面男男女女都可乱了，不是啥正经地方，你别下载。我下载了。使用感受怎么说呢？就一个男生啊，一个男生，如果你不是特别帅的话，你是感受不到乱的。我用了1周，这哪乱了？挺正经的呀。我都加了一个考研群了，每天打卡背单词。我跟我朋友说，这跟你讲的不一样。他说有没有想过是你的问题？我说是我不好看吗？他说难看。就你长得太正了，你特别像我们教导主任，不想找你谈恋爱，只想找你背单词。我说你说这个简直荒谬啊！他说对 ，ridiculous。哎，我平时背没这么顺呢。还有你长得有点朴实，我最烦朴实这个词，因为朴实意味着土。每次有人说我朴实，我都会想起一个山村老大爷捧着个筐子，水果滞销，帮帮我们。我想谈恋爱，帮帮我吧。但我得承认，虽然我长得朴实，但我心里并不朴实。我不是我这张脸的人，只是长成了这个样子。我就这么说吧，很多男生心里头都住着一个渣男，只是被他糟糕的外表锁住了。当然也有些没锁住。我坦白说，我在交友软件上，我看过男生。我想法很简单，我就想看一看是谁在乱，谁有资格乱。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20左右的男大学生，他照片就是一般是在卫生间的镜子里，拿着手机对着，另外一只手把 T 恤撩起来，塞自己嘴里。坦白说 ，T 恤我也有。但我差的是 T 恤吗？我要是把 T 恤撩起来，特别像30天减肥的第1天。有些人会问，在交友软件上什么样的人会受到欢迎？长得帅的人。有什么疑问吗？长得帅的人在哪都受到欢迎。我当过帅哥。我不帅，但是我当过帅哥。
我就是当过。就去年，我大姨来北京，当时我还没有女朋友，她问我有对象了吗？我说没有，长这么帅没对象。这句话暖了我一整年。我6岁那年，她也这么夸过我，暖了我30年。去年到期了，又给我续上了。我衷心希望我大姨长命百岁。但我真正体会过帅哥待遇是20年前了。当时呢，我是一个转校生，高中嘛，而且20年前流行一部偶像剧叫《王子变青蛙》，有人说我像那个男主角明道，还有人说我像阮经天。像不代表帅，像2大帅哥却不帅，感觉像是集2大帅哥缺点于一身。但在我们学校传遍了，还有一个 slogan 说台湾省2大帅哥强势登陆河南，会有女生手牵手来看我，你能想象他们希望有多大，失望就有多大，一失望就会撒气儿。一般是练体育的女生打头阵，一脚把门踹开，那个像明道的人出来，我看一眼。像个屁呀！我说不像明道，也不能像那个吧。这还只是轻度的，中度的一般发生在课间的时候。我喜欢趴桌上睡觉，更增添了神秘感。想象一下，转校生，教室的后排，课间喜欢睡觉，符合校园帅哥的一切设定，就差帅了。会有女生头从那窗户那都钻进来了，就他一瞪我看一眼，我看一眼，我看一眼，看。我谁把气门芯扒了？这还只是中度的，重度的一般发生在放学的路上。放学路上，我走着走着会突然听见后边有女生冲到我前面，这样。她的闺蜜，帅吗？关键是我知道谁惹谁了。但我也不怪他们，我觉得要怪就怪那个第一个看完我失望回去那个女生。你失望的回去了，你也不告诉别人，感觉我被全校的女生都骂过了，对吧？她看完丑死了，一点都不帅，丑死了。别人问长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还可以。这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你们去看吧，没准喜欢呢。丑死了！后来我打听了一下，是谁在造这个谣？说我们班有一个女孩，她特别喜欢看偶像剧。当然，她只是说我长得像，但是造成那个后果，我要报复她。我报复她的方式非常极端和残忍。我说她长得像刘亦菲。你们可能不太了解，20年前刘亦菲在男生心目中是什么地位，相当于20年后刘亦菲在男生心目中的地位就没变过。我也让你尝一尝被大家轮番唾骂的滋味，但我忽略了一点，就是这个女生啊，首先人家底子好，其次呢，就是当时男生的审美啊，很容易被舆论操控。看着看着自己信了，